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小观察大大检验，我是主持人一检师 QQ。最近走进市场或超市，是不是觉得荷包有点痛？新闻标题满满都是猪肉价格飙涨，7月底猪肉市场还要休市一天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猪不够用，今年猪只供应明显短缺，夏天又太热，长得更慢。最近南部大雨还淹死不少猪，结果就是现在一斤猪肉要价110到120元。农业部甚至决定7月30日全台休市一天，让市场喘口气。最近大家都在说猪肉越来越贵，去市场买菜的时候，大家边挑肉还边跟我聊天，问我说：“QQ，为什么牛肉可以3分熟，甚至生吃都没事，猪肉却一定要全熟？难道不能像牛排一样，外面煎得香香的，里面还留一点粉红吗？”每次听到这种问题，我心里都会笑一下，因为这背后可不只是煮法的问题哦。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，带大家用显微镜看看，肉里到底藏个什么秘密。一句话讲重点，牛肉的危险藏在表面，猪肉的危险藏在里面，原因就是寄生虫。先说猪肉绦虫 Tinisolium， 它的生活史非常复杂，有2个宿主，猪是中间宿主。猪吃下带有绦虫卵的食物后，虫卵孵化成幼虫，穿过肠壁，跑到猪的肌肉里，变成一颗颗白色的囊尾幼虫，而人是它的中宿主。当人吃了没有煮熟的猪肉，这些囊尾幼虫在人的肠子里会长成成虫，附着在肠壁，成为一条长长的绦虫。但是猪肉绦虫最可怕的是另一种情况。如果人吃下的是虫卵，而不是囊尾幼虫，这些幼虫会误把人当成猪，穿出肠壁，跑到全身各个地方，皮下、肌肉、眼睛，甚至脑袋。当它跑到脑袋里，就叫做神经囊虫病。这种情况会造成头痛、癫痫、视力障碍，严重时甚至致命。换句话说，猪肉绦虫在人体里可以完成完整的一生，不止在肠道长成成虫，还能造成全身囊虫病。而牛肉绦虫 Tinisaginata 的生活史比较单纯，牛是中间宿主，牛吃下虫卵，虫卵一样会变成幼虫，跑到牛的肌肉里形成囊尾幼虫。人是中宿主，人吃到没煮熟的牛肉，幼虫在肠子里变成成虫，但是它不会跑到身体其他地方，它只乖乖的待在肠子里，所以牛肉绦虫造成的后果大多是腹部不适、拉肚子，而且经常有人自己在马桶里发现白白的虫结，虽然恶心，但至少不会跑进大脑，这就是牛肉绦虫和猪肉绦虫最大的差别。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寄生虫，是猪肉里面另一个非常有名的角色——旋毛虫，学名 Trichina spiralis。它跟绦虫不一样，旋毛虫不用2个宿主，只靠猪就能完成整个生活史。旋毛虫的生活史是这样的：猪吃下被污染的生肉或动物尸体，体内的囊包在肠道里被胃酸消化，释放出小小的幼虫。这些幼虫在肠子里会快速长大，变成成虫。交配之后，母虫生下更多的幼虫，这些新生的幼虫会穿过肠壁，顺着血液或淋巴，一路跑到肌肉里，再一次钻进肌肉纤维，把自己卷成一圈，包成一颗颗小囊包。等到下一只猪或其他肉食动物吃了这些肌肉，生活史就这样继续下去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循环。可是，一旦人类吃下了带有旋毛虫囊包的生猪肉，旋毛虫就误闯了不是它本来设定的主场，结果呢？前面一段在肠子里的流程一样照常进行，但最后钻进肌肉的幼虫就搁在人类肌肉里，没办法再被别的动物吃掉来延续下一代，所以在人身上，它的生活史会走到一半就被迫中断，虽然断掉，但过程却很折腾人。刚开始是肠胃不适，接着当大量幼虫进入血液，钻进肌肉时，病人会出现发烧、肌肉酸痛、脸肿、眼睛浮肿，有些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心脏或神经系统。那很多人会问，那如果我把肉冷冻、腌制、烟熏，不就能杀死这些寄生虫吗？答案是不建议。冷冻对牛肉绦虫的囊尾幼虫效果可能比较好，但对猪肉绦虫和旋毛虫效果很有限，特别是旋毛虫，有些品系在零下20度还能活好几个月。至于腌制、烟熏、晒干，也都不能100%杀死寄生虫，所以最保险的方法还是要用高温把肉煮熟，尤其是猪肉。那如果真的怀疑被感染了，实验室到底怎么检查呢？第一步还是粪便检查，
对于绦虫来说，我们会在粪便里找虫卵或虫结。不过要注意，牛肉绦虫和猪肉绦虫的虫卵在显微镜下几乎长得一模一样，靠卵是分不出来的，所以更关键的是虫体，特别是成熟节片或头节。子宫分支数是经典鉴别点，牛肉绦虫12到30只，猪肉绦虫7到13只。头节也很重要，牛肉绦虫没有沟，也叫无沟绦虫；猪肉绦虫有沟，所以叫有沟绦虫。至于血清学检查，很多人会问，有没有抽血验抗体或抗原就能确诊？目前在国外，对于猪肉绦虫感染后引起的囊尾幼虫病，特别是神经囊虫病，会使用西方默点法 Western blot 侦测抗体，有时也会测抗原来追踪活性病灶。不过对于单纯肠道里长成虫的牛肉或猪肉绦虫感染，因为症状轻，抗体不够特异，加上检验成本高，大多数情况还是靠粪便找虫卵和节片。如果怀疑幼虫已经跑到脑部或其他器官，下一步就会用影像学检查，断层扫描 CT 或核磁共振 MRI 影像，有时候会出现一颗颗小白点，那就是寄生虫在脑里留下的囊泡痕迹。最后，谈到旋毛虫，它的诊断方式又和绦虫不太一样。在感染早期，大约第1到第3周，可以从血液检查发现是酸性白血球上升，再搭配血清抗体检测作为初步线索，但最直接、最能确诊的方法还是肌肉切片 （muscle biopsy）。医师会在怀疑有感染的部位取下一小块肌肉，经过冷冻切片和染色处理后，在显微镜下就能清楚看到幼虫卷曲成一圈，像一颗颗藏在肌肉纤维里的小胶囊。只要看到这个画面，几乎可以100%确定是旋毛虫病。听到这里，你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牛肉可以3分熟，而猪肉一定要全熟。原因很简单，牛肉的寄生虫风险几乎只限在牛的肉里，感染人之后也只会停留在肠子，不太会跑到全身，而真正需要注意的，反而是牛肉表面那些可能沾到的细菌，所以只要外层用高温煎的够透，里面保留一点粉嫩，其实相对安全。猪肉就不一样了，寄生虫和细菌不只可能藏在表面，还可能钻进肉的深处，生吃或半生都有风险，所以猪肉一定要整块都煮透，里面看不到红红的肉色，才是最安全的吃法。所以下次有人问你，牛肉可以生吃，那猪肉可不可以？你就可以帅气的回答，牛肉的危险多半在表面，猪肉的危险藏在里面，而且猪肉的寄生虫还可能跑到大脑里，牛肉的不会。最后给大家3个吃肉的小叮咛。第一，猪肉一定要煮到全熟，里面看不到粉红色。第二，牛肉3分熟可以，但要确定肉品来源安全、干净。第三，冷冻、腌制、烟熏都不能取代煮熟这件事。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，我是医检师 QQ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显微镜看世界的生活科学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人一起吃得安心，活得健康。我们下次再见。